越是痛，只剩下2手空空。也许多苍高难过，忘了对我说，孤独贯穿了生活。人生像闹剧，卷入迷失漩涡，又困进沙漠，怎么逃脱？原来命运的捉弄，常常忘了对我说，谅解总偏爱为我。黑夜到白昼，决绝的选择换来落寞拉扯，这到底是对是错？得到又如何？谁懂得？果然不出所料啊，有些银行就是这样，晴天借伞，雨天收伞的。这家不行，咱们换一家。聂总，现在东远的市价估值是可以贷到这个金额的，但现在银行贷款的流程有规定，最快是需要这个时间。我交代他们尽快帮你们办理，但你们说的时间，实在没办法。某知名矿泉水龙头企业因拖欠供应商货款被爆出财务危机。此消息一出，据资料显示，该集团的股价已跌破发行价，创历史新低。喂，我看到新闻了，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还在公司呢。还没吃饭呢吧？你出来，我请你。不是没事儿吗？就是供应商的江期快到了，又赶上我们资金在地产上套着，没法周转。新闻你也看到了，那些人又开始闹事了，现在东远内外都不好过。那银行那边呢？能贷出来吗？问题是资金缺口太大，跑来整天没用，没人敢借。没事，我自己在想别的办法。
主要是现在管理层的人呢，人心浮动，很多人都边上班边递简历，尤其是能力强的人，见势不妙都想走。你看旁边，只要大家还在喝你们东远的水，你怕什么呀？有什么进展吗？哎呀，给你们大公司当法务，简直就是给资本家卖命。我是忙得不得了啊！我给你汇报一下，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呢，就是过合同、过合同、过合同、过各种合同。就你说的那个什么房地产合同啊，我根本就摸不到边儿，查不到，我的权限拿不到啊！你刚去，别着急，记得别让别人注意到你。那你说，我查还是不查？你说，我进东远为的是什么？遵命。叶总，谢谢。我今天挺累的，一整天都在跑银行，愁得快起水泡了，饭都来不及吃。我一直以为当医生已经是全世界最累的活了，而你那个时候还想把东远交给我。一直要我学商，干嘛？我就跟你说，我不是那块料，你还不信啊？东远现在这个样子，要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也挺不容易的。其实我并不饿，
我只是贪恋这等温暖，就这么看着你，守着你。哇，好烫！小心，好烫。谢谢你。够吗？可以。你晚上吃什么？晚上吃了平平最爱的卤菜，全吃光了。会过去的。都会过去的。因为你是聂雨盛，聂雨盛什么都可以。整个东源集团在去年的第3季度、第4季度和今年的第1季度，已经连续出现了3个季度的亏损。以目前的财报，从公司的现金流和后续未收的账款来看，预计会在今年的第4季度开始呈现赤字，进而影响支付供应商的货款。那以目前的资金情况来看，现有的业务能怎么快速提升？无论如何，必须保证供应商的货款如期支付，因为事关东源的声誉。希望大家能想出解决方案来。这样，今天的会议先到这里。希望大家继续想，有办法随时跟我沟通。让我们想办法，能有什么办法？我们又不是开银行的。别着急呀，小聂总这么着急要走，说不定已经找到钱了。全总，你也给我们透个风吧。别提了，这几天呢，我跟小聂跑了10几家银行呢。不过银行什么态度，我想你们最清楚了。如果小聂能够通过自己的渠道搞到这笔钱，那可真就缓解了咱们的燃眉之急啊！小聂总不在，我们就不要暗自揣测了。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最新的进展，怎么叫暗自揣测呢？老童，你想多了吧？啊？
爸爸，爷爷的发动机有声音，也是咚咚咚的，就是有点慢。没问题的。人睡着的时候，心跳会慢一点。爷爷，为什么你还不醒来啊？我给你生的豆芽都长老高了，为什么你还不醒来呀？哎，刘好。哎，舒姐，明天咱们约个饭啊？行啊，什么事儿啊？想介绍个朋友给你们。哦。东远的聂宇胜。哦。按照东远现在这个情况，您给指条明路，怎么着才能尽快贷到3个亿啊？哎呀，舒琴啊，说老实话，以东远现在的偿贷能力，风险太高了，哪家银行都很难给他批啊。这不是好久没看见您了吗？我明天去拜访您。见面再说吧，好吗？行，那你明天过来吧。好的呀，好的呀。那就先这样。刘航，再见。啊。AK 啊，你是跳槽到东远了是吗？你虽然这么卖力，但是帮不到聂宇胜的。东远的问题得从公司内部去找问题，去解决。那我怎么办呀？要不你去东远帮聂宇胜？哎，我说真的，聂宇胜现在真挺可怜的，管理层那帮人忽悠他，比忽悠聂叔叔可容易多了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想帮他嘛。再说了，作为我的男朋友，你是不是应该急我所急，想我所想啊？我呢是想急你所急，想你所想，但也不是说我想进去就能进去。聂家喜欢用自己人吗？我推荐你去呀，那我推荐你，你就是自己人了吗？你的情况，素琴已经告诉我了。东远目前的状况你也了解，我需要个自己人。你的考量是正确的。你有这么好的学历，为什么会接这个烫手山芋？是素琴的关系？跟素琴没有任何关系。说白了，我这人有点自大，喜欢力挽狂澜。这样才能凸显我的能力。想要什么职位？你定。薪资？跟盛伟持平就好。什么时候能上班？看你需求。现在？那就现在。现在最紧迫的事情，就是要想办法找钱。找钱不一定只跟银行。BQC， 我知道，全球大型连锁超市。是，他们打算进入中国市场。正在全国各地积极的铺排，资金充裕，他们可以拿出这笔钱来进货。你的意思是，把东远的水卖给他们？没错，但是必须给他们优惠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低价。多低？这么低？只能这么低。我们没有时间了，已经答应供货商给钱了，到时候拿不出钱，东远非常的忙。向铁总，快销是东远的主业，我们必须要保住它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我们兵分两路，你去搞定 BQC 管理层，我来想办法。BQC 是零售界的巨头，你跟他们签订了1年的低价供货合同，这不仅仅是低价呀，这是成本价，这还没有算上我们做推广和促销的费用。这等于是把我们最稳定的业务拱手让人。即便这么做，提前拿到了货款，那也只能解燃眉之急，它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啊！这就是饮鸩止渴，我坚决反对。对啊，这就叫病急乱投医嘛。这不就是得不偿失的事吗？我提出这个方案，也是考虑到现在东远的情况。
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想法，也可以提出来的。这里是你的想法。最近我跟小聂一直在跑银行，跑断了腿，磨破了嘴，1毛钱都没带出来。既然小聂提出了这个方案，说明利弊关系他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。只要他能承受这个结果，我没有意见。那谁主张谁负责呢？反正我们反对也没用。既然李总决定了，我们就听他的吧。还听小聂总的。是，听叶总的吧。立刻去搞定管理层。一边反对，全秘书也反对吧？去过观察他这人没那么简单。我简直失望透了。我一直以为他在公司这么多年，是我爸的心腹，考虑事情一定会站在公司的立场，没想到。不过还好有你。谢谢你，合作愉快，这是我的荣幸。进。你们这就是耍流氓！为了你们公司资金周转，给碧扣才最低价，现在他们旗下所有门店只卖到1.4块一瓶，我们的进货价也就是1.4块。你们这个搞法就是断了我们的活路啊！不给我们活路，行，你们谁也别想好过。这下好了，把这些零售商都得罪苦了。得罪就得罪吧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只要不违法，这些都是正常的商业行为。再说了，就凭我们东远饮品在市场的占有率来说，还真不是这些零售商说不卖就不卖的。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。但至少，我们过了这一关。是。哦，烫啊！好吃。这个蛋熟了吗？你不是爱吃5分熟的吗？小心要烫。都不想在外面吃了。怎么样？今天在公司还顺利吗？挺好的。那个，主要是商方挺来了。他确实呢，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。他为什么去了东远呀？因为抒情吧？我没告诉你吗？没有啊。那应该是我不怎么想告诉你。为什么？没错呢。你就是因为他在医院帮了我几次，是不是？哎，好像你的面里没搁醋哎，我去拿醋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够算了。记性还挺好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是个有工作的人了。你记得幼儿园的小郭老师吗？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去幼儿园给小朋友讲英文绘本的工作。哦，那很好啊，很适合你啊，刚好也是你的专业。
又是你喜欢的东西。什么时候？明天就可以试讲了。不过相对来说，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。那你还有时间给我煮面吗？你要吃带醋的还是不带醋的？我以后不敢乱说话了。No no no, don't cry, don't cry。这个时候，哎你 ，Yes, very good, don't wrong。你就是老是讲卫生啊。别哭别哭，好玩的。刚才我给你，快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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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了。开吃。打你。喂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下周开始我就可以过来给小朋友上课了。哇，恭喜你啊！你先忙你的吧，我先回去做好饭等你。那我们晚上再聊。就没有大公司的命，真的太累了。我现在给你啊，这是集团最大的法务、财务的资料查阅权限。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线索，尤其是乙方、丙方的合同，应该是有备份的。要是没有，你就查邮箱、网络的查阅权限，我也一并给你批了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有你这句话呀，我轻松多了。还有，你平常的法务日常工作也要配合得好，别让你的领导给辞退了。你等会儿，什么叫日常配合好还被辞退了？你这是跟谁学的？怎么这么快就开始压榨剥削你员工的劳动力了？我不是发你工资了吗？一份工资当2份工，真是老同学感情，一点都没变，真的。我再说一句啊，现在公司里面的人际关系非常复杂，牵扯很多，懂我意思吗？我 I see。走了。你怎么这么能睡啊？帮我查一下车牌号。两位老总，下班没有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来看你啊。你这样是直接催我们下班呢？你知道就好。自从来了东远，他就没有准点下过班。这段时间还好有 Mark 在，我一直想请你们好好吃顿饭。正好你来了，不如就今晚。好呀，择日不如撞日嘛。哎，我们叫上谭静一起啊。谭静，好，但我怕他
不一定有空。交给我，你负责买单就行了。嗯。你欠我的可太多了，就你中暑那次，要不是我，你知道小妹……啊，说过太多次了，不说了。嗯，你也不是第一次听到，好多次了。别说我了，你们呢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你说。有一天晚上呢，我一个好朋友托我去把他的一个朋友送到机场，就是我们这位舒德小姐。那天呢，她跟她父亲吵了一架，气得要回国，一边哭一边骂。你说重点。重点就是到了机场之后，我忍不住跟她说了一句，我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真心对你好的人没有几个，你父亲算是其中一个。消了气，记得给你父亲回个电话。然后呢？其实我根本就没回去。过了没几天，在学校附近的那个咖啡厅，就又遇见他了。然后呢，就使我展开了疯狂的攻势，对吧？哎，要说比利时也不大呀，华人圈子也那么小，你们当时怎么没在一块玩呢？那还不是他吗？又怕生，那个时候又打工，功课又忙，一点时间都没有。每天回来就把自己关起来学习，学习再学习。好了，别聊我了，别聊了。你们呢？你们决定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日子定了吗？结婚？哦，你说要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这件事啊？嘿嘿，不是说好了保留这秘密的吗？我早就跟倪雨生说了，你去东远之前我就说了。我要给人家惊喜。是我说快了，都怪我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你是我的大恩人，到时候一定会给你准备份厚礼。日子定了吗？要赶快定啊！这样的话还要订酒店呀、餐厅啊，还有订婚纱，很多事情呢。对，我一想，可能时间都很紧了呢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聂老板发话了，大红包啊，不许食言。你要是食言的话，你就白救我了。我们喝一杯吧。来吧。祝贺祝贺。问题还是出在公司那些老人身上。是。那公司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呢，他们肯定是没有什么积极性的，想的也就是守着这些他们自己的那点利益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们一些冒险的决策的话，他们肯定会极力反对。如果你想重新启动公司的话，要大换血了，是时候。我虽然等了他这么久，但是我扪心自问，我等不了他一辈子。我在自己心里啊画了一个期限，等得到就等，等不到就算了。我们现在能在一起，不过是因为赶在了这个期限之前。但是聂雨胜不一样，他对你是没有期限的。你要是不答应他呢，他真的可能孤独终老了。其实我真的特别羡慕你，你遇到了一个爱你胜过一切的人，不应该错过他。有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选。那就放下呀。有什么能比你自己快乐幸福更重要？你幸福才是第一位的。好，放下。你别往心里去啊。
苏晴她就这样大大咧咧的，像个男孩子一样。I know， 我们没什么的。我又没问你。我就怕你胡思乱想，我不想你不开心。毕竟在一起过，在一起还说没什么。是这样，我当时刚知道我爸的病，然后他又是很想我早点成家，那我看我身边又没有什么医生朋友，就只有苏晴一个，然后他刚好有喜欢苏晴。想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。那时候，我还希望你可以吃醋，让你知道我有个女朋友，我过得比你好。说要我吃醋，就够了。还在生那些老人的气啊，不值得。我爸才刚倒下，他们倒好，一个个恨不得立马兑现，尤其是全秘书。其实他们现在小看你呢，是好事，可以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这一段时间已经习惯了你的工作吧？每天就是听各个部门、各个人在这跟你说问题、提要求、谈条件。我想所有部门加起来，也不及你来到公司带给我的问题大。你错了，我给你带来的都是解决方案。通知集团全部董事，我要召开全体股东特别会议。对，全部在国外的，也让他们买最快的机票赶回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不这么做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连我都很清楚了，东源已经病得不轻，这手术必须做。你是决策者，你要想清楚，这是一步险棋，会给公司带来非常大的震撼。我提醒你了。这将是一场恶战。企业结构优化，说的挺好听啊，不就是要踢人吗？小聂总。来公司才几天啊，就看人不顺眼了？做人得有良心，做事不要太绝。还有要退出的吗？那个人在法务部工作。对，他叫周荣阳，外号叫胖头，刚来公司不久。他跟小聂总是高中同学。小聂是想在公司里安排点自己的人，这很正常。盛芳婷就是这样的。这个胖头主要负责什么工作？他倒也没经手过什么大案子，就是审审合同资料什么的。
不过他翻阅了很多公司以前的财务啊、法务啊卷宗资料。多久以前？7年前。哦，对，全总，还有个事儿，就是公司新来的那个盛丰庭，最近一直在跟地产人打交道，套话。我怀疑他们想调查之前那个工商贷款的事情。小聂，作为董事会秘书长，我想跟大家说几句话。陈秘书，以后工作场合，你还是和大家一样叫我小聂总吧，不然总显得我们公司不分。你说呢？好的，那我也叫您小聂总。说来话长啊，记得我毕业的那一年呢，就来到了东远集团。那时候小聂总还是个孩子。当时东远集团上下加一起也不到20几个人，能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，要用“筚路蓝缕，玉汝于成”这8个字来形容，绝不为过。可以说，东远发展壮大的每一步，都包含着在座各位的付出和心血。东远集团，对我们来说，那就是家呀。有谁不盼着自己的家好呢？但是想要这个家好，我们就一定要团结一心呢。只有公司发展壮大了，我们个人才能够更好。目前公司的发展遇到了困境，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。小聂总推出的期权奖励制度，也是为了激励公司的业务骨干，提升公司的效益。这可是大局观了。而且这个制度啊，也是暂时的减少了股东们的利益。我相信呐，不久的将来，等我们克服了困境，走出瓶颈期，小聂总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付出和牺牲，他一定会给予股东们更加丰厚的回馈。知道